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明明每天吃的不算少，但一到厕所却要么拉不出来，要么又干又硬，要么总感觉没拉干净。很多人把便秘当成小事，忍一忍，吃点泻药就算了。但你知道吗？长期便秘可能是肠道功能紊乱，甚至是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。今天这条视频我不卖药不吓人，我只做一件事，从医学角度把便秘的原因、机制、症状和正确治疗方法依次讲清楚。什么才算真正的便秘？先纠正一个误区，便秘不只是几天没拉。医学上，便秘通常包括以下表现之一：每周排便少于3次，大便干硬呈颗粒状，排便费力，排便后仍有不尽感。重点不是次数，而是排得顺不顺。便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？便秘本质上有4大机制：一、肠道动力变慢，结肠蠕动减弱，粪便在肠道停留太久，水分被过度吸收，大便变干变硬。2、排便配合失调，排便时肛门括约肌没有放松，甚至反而收缩，想拉却被卡住。3、肠脑轴调节异常，排便反射变迟钝，尤其常见于久坐、长期忍便意的人。4、水分不足，饮水少，老年人肠道吸水能力增强，粪便进一步脱水。3、导致便秘的常见原因：一、饮食和生活方式，膳食纤维摄入不足，饮水少，久坐，缺乏运动，经常憋便。2、功能性便秘最常见，肠道结构正常，但动力或协调出问题。3、疾病相关，甲状腺功能减退，糖尿病、帕金森病、中风皆脊髓损伤，直肠肿瘤或肠道狭窄。4、药物引起，止痛药阿片类、吗啡、芬太尼、可待因。抗胆碱能药物，苯海拉明、氯苯那明。解痉药，东莨菪碱、帕金森病药，苯海索。抗抑郁药，阿米替林、丙醚嗪、多塞平、去甲替林。铁剂，硫酸亚铁、富马酸亚铁、葡萄糖酸亚铁。某些降压药，维拉帕米、地尔硫唑、氨氯地平。抗精神病药，氯氮平、奥氮平等。所以便秘不是一个原因，而是一类问题。4、这些危险信号不能忽视，如果你的便秘伴随出现以下情况，请一定及时就医。便血，不明原因体重下降，贫血，50岁以后新出现的便秘，持续加重的腹痛，这些不是普通便秘，可能是器质性疾病。5、便秘的正确治疗顺序包括生活方式调整、正确使用泻药和盆底功能训练。记住一句话，不是一上来就吃泻药。第一步，生活方式调整最重要，膳食纤维每天25至38克，如燕麦、蔬菜、水果、洋车前子。饮水，无心肾功能限制者 1.5至2升每天。运动，每天快走20至30分钟。饭后尝试排便胃结肠反射。排便时用脚凳，改善角度，使得粪便易于排出。使用视力，一天如何吃到25至38克纤维。视力组合，早餐燕麦40克约等于4至5 G 纤维，午餐薯扁豆或鹰嘴豆150至200克等于约7至8 G 纤维，晚餐熟蔬菜西兰花、菠菜、胡萝卜、花椰菜等150至200克2份等于约6至8 G 纤维，加餐1汤匙洋车前子约等于5克，自然就能达到目标范围。第二步，药物按需分层，分层用药的逻辑是：一、先模拟正常生理排便；2、再改善粪便性状；3、最后才是刺激肠道；4、顽固者才使用靶向新药。1、溶剂性泻药，洋车前子司令甲基纤维素 methylcellulose 首选。溶剂性泻药最接近自然排便机制。作用机制：吸水膨胀，增加粪便体积，刺激结肠壁机械感受器，触发正常的推进性蠕动，不是逼肠道动，而是提醒它该动了。临床特点：可长期使用，不成瘾，不损伤神经，改善大便形态和排便规律。注意，必须配足水分，否则可能更多。2、渗透性泻药，聚乙二醇 polyethylene glycol。如果糖 lactulose 适用人群，大便干硬，纤维效果不够，老年人、长期便秘者。作用机制：在肠腔内保留水分，软化粪便，增加粪便含水量。解决的是太干、太硬。临床特点：不刺激肠神经，不产生依赖，可中长期使用。如果糖易产气，腹胀者慎用。3、刺激性泻药，番泻叶，适用于更适合偶发性、短期的惰性便秘，仅短期使用。非处方泻药司多索芬内就含有番泻叶的成分，普通药店都可买到。为什么要慎用？刺激性泻药不是修复机制，而是强迫收缩。作用机制：直接刺激肠神经丛，增强肠道收缩，快速排便。为什么只能短期？长期使用会导致肠神经敏感性下降，肠道对刺激麻木，自然蠕动能力减弱，结果就是
不用药就拉不出来，肠道越来越懒，便秘反而加重。4. 慢性顽固便秘的8项新药，适用于大于等于3至6个月生活方式加常规泻药无效的患者。促分泌剂机制，促进肠道分泌水和电解质，增加肠腔液体，加快推进。药物：卢比前列酮、利那洛肽、普卡那肽。促动力药：普卢卡必利。机制：激活 5-HT4、5羟色胺4受体，增强结肠推进性蠕动。长期滥用刺激性泻药，反而会让肠道更懒，便秘加重。第3步，盆底功能训练，生物反馈治疗对拉不出来型便秘效果最好。什么是拉不出来型便秘？这类便秘的医学名称是排便障碍型便秘或盆底肌协调障碍。关键特点：肠道里有粪便，也有便意，但一到排便时，肛门括约肌不放松，甚至反而收缩，结果就是想拉用力拉不出来。问题不在粪便，而在肌肉配合错误。正常排便需要3件事同时发生：一、负压腹肌用力；2、直肠收缩；3、肛门括约肌加盆底肌放松。拉不出来型便秘时发生的是腹肌在用力，但肛门括约肌不放松或盆底肌反向收缩。这就像你在推门，但门反而被锁死了。什么是生物反馈治疗 （Biofeedback Therapy）？ 一句话定义：生物反馈治疗是重新教大脑和盆底肌学会如何正确排便的训练。它不是手术，不是药物，而是神经肌肉在训练。关于生物反馈治疗是怎么做的，我会在以后的视频中详细讲述。结尾总结，最后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：第一，便秘不是小毛病，而是肠道功能失衡的表现；第二，吃泻药解决的只是结果，不是原因；第三，大多数便秘可以通过饮食、饮水和习惯真正改善。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在被便秘长期困扰，及时就医诊疗。请记住，肠道顺不顺决定了你每天生活质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提前了解便秘的预防知识与科学治疗策略，一起用科学守护健康。